欢迎来到和米娅一起学中文。我们每天用听读故事的方法学习汉语。办公室的灯特别亮，照得人眼睛有点不舒服。我一直盯着电脑上的倒计时，心里特别着急。后背的衣服全被汗水浸湿了，粘在身上很难受。显示器右下角的时钟不停地跳着红色数字，每跳一下，我的心就跟着紧一下。距离公司转正考核结束，只剩下3个小时的时间。桌子上堆着高高的文件，把电脑屏幕都挡住了一部分。键盘旁边放着已经凉了的咖啡，咖啡上面结了一层油。看着这层油，我一点都不想喝这杯咖啡了。可我负责做的项目方案还卡在最重要的数据整理上。主管皱着眉头走过来，我心里咯噔一下。他敲了敲我的桌子说：“甲方又来催了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方案交上去。你有机会转正，别把事情搞坏了。”我勉强笑了一下，但是笑得很不自然。转过头看向桌上的报表，眼睛突然就觉得发酸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旁边工位的小林凑过来，指着电脑屏幕问我：“这个公式是不是要这样算才对？”我刚要开口回答他，手机突然震动了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是老家医院发来的短信，病人情况不好，快点来医院。
看到这条短信，奶奶的样子马上出现在我脑子里。上个月和奶奶视频的时候，她戴着老花镜织毛衣，一边织一边笑着说：“我就是小感冒，你别担心。等你转正了，奶奶给你做好吃的。”说完，她还对着镜头晃了晃毛线团。可是现在，我急忙给妈妈打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就传来妈妈的哭声：“丫头，奶奶可能撑不过今晚了。”听到妈妈这么说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空调发出嗡嗡的声音，还有大家打字的声音。打印机不时吐出长长的纸张，落在地上，发出轻轻的响声。我咬着自己的嘴唇，手放在关机键上，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才好。这个转正的机会对我特别重要。这份工作是我一直想做的，也是家里钱的主要来源。爸爸身体不好，不能干活，家里的钱都靠我工作来赚。弟弟还在上学，需要用钱，学费、书本费都不能少。但是奶奶，她从小把我养大。小时候，每天放学回家，总能闻到厨房里的香味。奶奶会做好多好吃的等我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就想哭。同事小林端过来一杯热水，担心地问我：“你脸色好难看，没事吧？”我刚要开口说话，会议室传来大喊声：
这数据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做的？我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。那是我早上交上去的稿子。小林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要不你先回家休息，这边的事情我帮你看着。”可是方案还没做完，我着急地搓着自己的手。放心，有我在呢。小林一边说，一边把笔记本电脑拉到面前，开始帮我整理数据。我正打算拒绝，手机又震动了。妈妈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照片里，奶奶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着很多管子，眼睛紧紧闭着，看起来特别难受。看到这张照片，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。我抓起包就往外面跑去。在电梯里面，我给主管发消息：“对不起，家里出事情了。”主管马上回消息说：“别着急，先处理家里的事。方案我们来想办法。”看到主管的消息，我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。外面突然下起了很大的雨，雨点打在玻璃上，啪啪直响。我拦下了一辆出租车，司机师傅问我：“姑娘，去哪儿？”我着急地对司机师傅说：“去火车站，麻烦您开快点。”坐在车上，我看着车窗外模模糊糊的灯光，心里充满了后悔。奶奶平时不停地唠叨，她做的好吃的手擀面，我考上大学时她开心的样子。
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。我怎么能为了工作，连奶奶最后一面都不见？火车上的人特别多，过道里站满了人。我站在过道里，紧紧抓着扶手，生怕摔倒。旁边的阿姨看我着急的样子，把座位让给我，说：“姑娘，你坐。看你这么着急，肯定有急事。”我连忙说：“谢谢阿姨，太感谢了。”阿姨的话让我心里觉得很温暖。我到医院的时候，走廊里站满了亲戚。妈妈眼睛红红的，抱住我说：“来得正好，奶奶一直在等你。”我跑进病房，握住奶奶的手，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，说不出话。奶奶慢慢地睁开眼睛，用很轻的声音说：“丫头，别哭，奶奶不疼。”奶奶，我在这里，我哪里都不会去。我把脸贴在奶奶手上，眼泪滴在奶奶的手上。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，手机一直震动。小林发来好多消息和图片。方案已经做完了，数据都核对过2遍了。你安心陪奶奶，别担心。主管也发来消息，家里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公司这边，大家都会帮你。有什么需要尽管说。看着这些消息，我心里觉得很暖。原来，
我不是一个人在努力。夜里3点的时候，奶奶安静地走了。我握着她慢慢变冷的手，在心里暗暗发誓，我要带着奶奶的爱，好好的生活。1个星期以后，我回到了公司。一进办公室，就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一束鲜花，旁边还有一张纸条：欢迎回来，我们想你了。同事们看到我回来，都围过来和我说话。米娅，你回来啦，我们都等着你呢。大家的话让我差点又哭出来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主管没有怪我，还把转正通知书给了我。你当时做的选择，让我们明白，有些东西比工作更加重要。这个转正机会，你应该得到。小林跑过来抱住我说：“你看。”我说过我们能做好方案吧？以后我们还要一起加油。我走出公司的大门，夕阳的光照在我的身上。我抬起头看着天空，轻轻地说：“奶奶，你看，我做到了。”从那以后，每个周末，我都会坐火车回老家。我会给爷爷做饭，陪他聊天，听他讲以前的故事。我会给弟弟辅导功课，检查他的作业。弟弟不会的题目，我会慢慢教给他，一直到他学会为止。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小林还是会像以前一样
帮我一起想办法。我们会一起讨论问题，一起加班做方案。有时候做累了，我们就一起去买奶茶喝，一边喝奶茶，一边说说话，休息一下。有时候走在街上，闻到面条的香味，我就会想起奶奶，想起奶奶做的手擀面，想起奶奶的笑容。但是我知道，奶奶一定在天上看着我，希望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我也会带着奶奶的爱，开心的过每一天。